本节目由含有1.8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，鲜活经典顶配营养。本节目由瞬间吸收修护发型、根源改善发质的潘婷泡蛋发膜赞助播出。上淘宝搜惊喜桃花坞，惊喜响不停，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。都市爬山虎就是快人一步。本节目由东风Honda HR-V 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。卫龙魔芋爽，热量低了，爽多了。本节目由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，威化脆、饼干脆、膨化脆，一起脆翻天！好舒服呀，月子。今天贼清新，好好啊，不想走。你呢？哎呀，我人生第一次录音成功，圆满成功了。张一晨还在那收呢，太精致了，精致 boy。这不被绑着吗？这块挺好，我觉得这里还是很舍不得的。因为我们再也不会来了，所以它会永远的被怀念着。我非常喜欢在那个岛上躺在树下，微风拂面，我觉得是很美好的。你也说不出口。因为我近期的生活是比较紧张的，就会让我很疲惫、很疲倦。今天我都不想回来，其实我还想在那岛上继续待着，因为在那样一个环境下，让我有一种解脱的方式。有一点恍惚吧，感觉已经开始稍微适应一点了，然后又突然间离开了。走吧，我们再上去再待会儿再走，好吧？我觉得没有必要在离开那个荒岛的时候去做个纪念什么的，因为其实记得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是我眼花了吗？那远处居然有这么蓝的地方。对啊，那是有珊瑚礁吗？不知道。回家啦！走啦！小孩又在放风筝呢。这风筝在这放着吧。走吧，走。再见啦！再见！拜拜！拜拜，小岛儿。再见啦！拜拜。我那风筝真蛮强啊！这真不错，其实。对。
来来来，1、2、3，起！咱们现在都不用打铃，都开始干活了。对，太自觉了。我们就悄悄的努力，惊艳所有人。哥哥像10年老技工一样坐在这儿。对，他现在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了。你已经人聚合一。对。来来来，我来，来，1、2、3，起！不松手，走，往我那边。好，开始啊！1，稍等。1、2、3，小心，不松手。好，2、3，走，走。他们这个也不对，我得发起第7次工业革命了，已经第10次了。你们现在太累了，你们现在4根搬1根，应该2根搬4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试一次呗，你们把1根放在这俩车上。哥哥，这个玩意儿有点难。我们来1根，我俩试一下，我跟蜡光。行，听听龙哥，让他死心，来走。哎呀。OK， 我这边停止，你那边大转弯。哎呀，完美了！不行，哥这边又卡了。它不够长是吗？那我知道了，咱们竖着插。然后哥哥，我气你了吧！咱俩骑着铁轨走是吧？对，哎，他这个办法可以。啥？这样挪，摇摆跃这样。对，可以，非常好。咱俩今天晚上能把这根铁轨运过去吗？不行，你俩这么摇下去，我们4根都运下去了。其实你们发现没？刚才浪费的这些时间，你们都能抬2根了。那我们的时间是谁给我们浪费的呢？是我们第6次工业革命的发明人豪华5瓦特。我还有办法，咱把这个全都铲平，然后咱们就可以从这边走了。咱把这2堵墙推了呢？我发现了，发明之所以能改善效率，是因为发明家聪明，而我们这边没有发明家，硬要发明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最浪费时间的。又有新的想法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好期待呀！辣姐咬着牙说：“你看这样好舒服，这样行。”哥哥真聪明。我不是聪明，我只是比人会多想1步。如果后面不放平呢，还是这么插过来呢？插进去，走，试试。还可以。哎，这回成功了。我们工业革命了！啊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就是省力，费时间。肯定省力，但费一些精力。那没事，咱有的是时间，没的是精力和体力。咱们是不是没的就是时间啊？有的是体力啊。我先把这个运过去。哎，我们不是有海涛哥吗？啊，听说他特别喜欢搬铁轨。哎呦，他喜欢撸铁啊！江湖上都这么传。哎，是不是来了？海涛哥来了，我终于来了！哇，欢迎！欢迎！哎，哇，海涛哥，哎，来的正是时候啊！你就负责运铁轨就行，咱们。来就干活啊！来就干活了，眼前全是活。那我不先垫点啊？别垫了，当务之急呀！好了，海涛哥。哎呀，也都确实干活的样啊！哎呀，感谢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应该的，你真来了，这不都来了吗？哎呀，这都感动的，都不行了。来了！您的工作呀，就是负责运铁轨。都看看眼里，就是这个，来吧，开始吧。趁海涛哥现在有劲儿，聊一会儿没劲儿了，快！海涛哥的衣服都完美融入了。来，衣服都不用换了，不用换。你就是穿现成的来的。来就弄了，也不用寒暄呢。不用寒暄。来，海涛哥，我手套给你。我们手套都给你。我真是没想到进来气儿还没缓匀，那手套戴上了。没事，缓匀还得乱呢。是。海涛哥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啊！哎，等会儿，比我想象的沉。等会儿啊，好来。
怎么5个人比4个人的头沉呢？因为桃花坞的感觉嘛，就是他们彼此会很熟悉，然后会很在一起的感觉。但我来了之后，感觉我融入的确实是有点太快了。我到了之后还没等喘气儿喘明白呢，就给我换衣服干活了，这真是没当外人啊！到时候搞你们这个，我洗把脸就来。通报批评，通报批评。任科工作时间摸鱼。我在找东西啊。今天加工半小时。好，看到了吗？很严格。你这再多待一会儿就通报批评你了，还糟糕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精神头，快！Hello， 海涛，尿尿。Hello， 哎，本来是迎接你的，没事，你到了。听说你摸鱼没来得及过来，因为他要找轮胎，我要去申请了啊，去车上找备胎，找很多。我们找了一个废旧轮胎，啊，我们只要找到第2个废旧轮胎，我们把不管10根8根，就跟你想的一样。你找数嘛，找废旧轮胎。来，跟我来。来，走这边，上来。嗨，给大家去找个轮胎回来了，我们试着找一下吧，来。所以你知道为啥他会被批评了吧？救命！啊，拉不动！太沉了，它硌到我屁股了。没事吧？你歇会儿。这不行啊，这很痛。哥哥，小善受伤了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你能给唱首歌给我疗愈一下吗？我唱歌疗愈，我怕我唱完歌你又更严重了，更疼。不会。你坐会儿吧，萌姐，你也歇会儿吧。我去干活了。我回来了，还得是我大梦姐。我就说我得来干活，小尚让我陪他，说让我给他整个情绪价值，缓解他的伤痛，我都说不行，我得去干活。哎呦我，你这一下给了我们所有人情绪价值。哎呀，哎，来人了，他们回来了，来吧，干活吧，让他们旷野的人看看咱们的精神面貌。不管大家多累，都要表现出那种很热爱工作样子，感觉每天特别开心。一会儿荒原组来的，咱们就不跟他们说话，咱们说咱们还没下班，对，不能聊天。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哎呀，这些是他们呢，这些工人。哇！这谁在修铁路呢？这是梦姐啊。梦姐那辛苦了啊。咋了？快看。无人牛马是吧？铁路，太辛苦了，梦姐，娘回来了，王哥，雪琴，我的妈呀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感觉他们好像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。这不是桃花坞。我觉得我没选错。终于回来了，我去！干啥呢？这是？我们每天干活，看那个铁道就是我们铺的。厉害呀，你们！终于有帮手了，我可不跟你干。裙子 ，Hello 啊，老好了，我们那边。这都从马尔代夫回来的，看这样都一个个的。度假了，这是。哎呦，这都没少黑呀，一个个的。这谁呀？沈月吗？我都不认识了。元哥，哎呀，我们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来，我说这不是养生吗？怎么来改干活？王老师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哎呀！天哪！我在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是看着你们过来的啊！是的。那个，既然大家都在这儿，要不我们那个回屋暖和去呢？走吧。到点了吗？不行，没到点继续干。没到点继续干。要致富，先修路。涛哥，后悔来了不？不是没合计，哎，你汗都流眼睛里了，没合计这样，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。桃坞慢走，是吧？慢走，没录过这么快的慢走。继
齐娜去那天你就这头型，这3天你该不会头发都没拆了？头能撑1个月，真的真的。早上起来一丝不乱，这头发，我3天的发型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进屋喝点水。你们回来了啊？熬过了第1天，熬过第1天，后边老好了。只要风和日丽，老美好了。没有任务是吧？对，太好了。我们这边天天的任务，每天都一样。苦力。我好饿。马上，我们这盒饭可丰富了。是。哎呀，一万太好了。我们这里10点半之后就熄灯了，就不行了，不睡觉就不行了。不是这2天都没等到熄灯，都睡着了。哎呀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就啥感觉吗？就是那种肉体还在睡，精神可以醒，就精神这2天一点没累着。对，精神是挺丰盈的，这家伙。我们旷野的统一都趴桌上了的。不是，我现在感觉我越来越没规矩了，在那儿待了3天，回来就变成野人了，我有点不适应，在这坐着。我也是，想溜达，我现在想溜达。我们轨道人这个点儿都坐着，很感恩，很感恩。我想吃饭，但是我们没有饭吃。那边我们定点吃饭。我现在就想去，我太想吃一顿饱饭了。盒饭老好吃，铁盒的。铁盒饭。铁盒饭太好了，约着一会儿打饭吃去。走啊！正经吃一顿。咱俩现在就去木溜花等着。饿死了！我现在就去等着。受不了了，太想吃饭了。王新月啊，打饭！我吃饭用你比你快一步啊！我吃饭老积极了。这是水煮肉片。行，来点。红烧排骨。这也太好了。好嘞，还可以拿一个水果。老师，我要多的豆芽。哦，对。所以这边再给我来点来。好的，我这别用抖勺。不会。经过这2天，我觉得大家吃饭都不敢耽误。哦，可以自己打呀！来，再给我打一鸡爪，再给我打一鸡爪。哎呦，你看王子琪打的。终于有人打饭打冒出来了，你别在那儿高兴，一会儿你一看打没了。那个黄瓜，哎呦，我打多了，哎妈，没事。哎呀妈，瞅给孩子饿的这2天呢。我那手没抖。哎，你看又剩咱几个的铁道裤。咱们整齐划一，回去给他们那个旷野的看看。头儿排好了，可以解散了。那走吧，陆陆续续的走吧。走吧，好嘞。来，有汤了，对吧？有汤，我为你们争取的。又争取了40了吗？今天领导回去换了个西服出来。哇，你这碗好丰盛啊！哇，米好香。你们2块吃不到米吗？好香的米能吃到米，但是没有正经米。但是我人生中吃的最好吃的米饭。环境下，我们真的是很饿，都在埋头吃饭。来，走。左右左，左右左，都瞅着呢啊，都瞅着呢。自己找位置啊，都别嫌坐哈。对，都站着。等会儿啊，等工友们都站好。都站好了，坐。啥呀？整齐划一。怎么就我先回来了？那你一点纪律、一点组织没有。真是，我在后边说你半天。朋友也回来了。我刚来。开吃。现在感觉那精神状态都有点互不相容了，散漫不了了已经。你好努力啊！辉生哥，你们这2天那个木牛流马有没有卖龙珠啊？没有卖东西这几天，我们挣的钱全部捐给你们。说的我们有点像在外面务工养家。
哎，不是有个规则说那边如果有人想回来，这边也有人想去的话，就能完成交换？我们没人去，为什么呢？都很爱这个工作。对。好玩吗？你们？好玩，好玩。我们早上几点集合呀？没有集合，我们那边没有任何规则。都睡到几点了？自然醒。自然醒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最夸张的一天睡到了几点？因为你是帐篷，你早上太阳光一照你就醒了。您在那边干活，一点活没干？一点活没有。干啥活啊？那你们一天干啥呀？一天那么长的日子？出海，钓鱼，海钓。钓着了吗？钓了吗？能钓，游艇钓的。那吃啥呀？吃你们空投的东西。那如果要是不空投，啥也没有啊？没有，有大米饭。真不能洗澡啊？不能啊。你想闻闻我头发的味道吗？我能看出来你面色一般。在不同时空分开生活了3日的雾民们，终于回到了小雾。喜提大团圆，曾经意外连接又错开的对讲机频道，此刻终于回拨到了可以互相联络的时候。人们总说不要美化你没有走过的那条路，但亲身走过的人，感悟才最深。无论是积极进取的轨道之路，还是返璞归真的旷野之途，其中千般滋味，就让我们坐下来畅聊。哎呀，我骑。你这回去接戏不？你这晒的。是黑了吗？黑了。那个你们这没主持人，那我讲两句吧。欢迎。因为有的人选择旷野嘛，有的人选择轨道，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，大家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这个过程，分享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选的后不后悔？觉得通不通透？下午的活还干不干了？哎，这玩意儿这个活点到点上了，你快点吧，我们1点半得午睡。我们那我们提点速，好不好？我们抓点紧，来哈。呀，这是我的。我主要是喜欢团结协作，喜欢默契。比如说有人铲石子儿，手练的让人心疼。有人拖石子儿，有人拖着铺石子，在协作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件事儿。我站在2楼看我们铺的那个轨道的时候，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。因为我们都不会修，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大家都配合很默契，没什么难的。我的眼睛就是尺。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是你的一个同事了，他是一个有一起修过铁路的交情的感觉。哥，你站在这儿太好了，我在你的身影下乘凉。没问题，我就站着，需要站着。哇哦，好浪漫呢！我今天就要把你的影子写进我的喜欢清单里。这是我的分享。我特别喜欢大家每次一起去打饭的时候，然后每回回来有段路，就是大家会互相等，然后大家一起拿着饭，然后走向食堂，那个时候说说笑笑的，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治愈。日子虽然过得苦，但每一天都很充实，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吃饭的那个铃声，就是每次一到那个响铃的时候，大家会特别的嗨。那一刻确实挺舒服。不管你手上的活干没干完，都停下走。然后我不喜欢每天起太早，也不喜欢工地的生活，然后不喜欢工头。这玩意儿，我也不喜欢盒饭里头有鱼，因为我不爱挑刺儿。分享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哥哥，那你不喜欢工头，是不是因为工头喜欢挑刺儿？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他。我最喜欢的是看别人顶撞工头。我也喜欢呀。这工头嗓子都顶到哑了，给我。谁顶撞你？都。我请来了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。你啥请的？不是，咱们自己看呗。那别再谈了，我得修人呢，得好好修铁路。不会每个人喜欢都是顶撞工头吧？喜欢开会，喜欢开会，喜欢做操，
喜欢唱歌，这些事情只要你延长时长，慢慢做，工头就会生气，然后气工头就会特别开心，尤其的开心。这一天，首先这个午睡时间短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的量比较大，我觉得午睡你要睡就应该睡到自然醒。你这句话太顶到工头了，你这句话。好喜欢。我喜欢心细的人，就我这里比较倾向于指向我们的工头。哎呀，终于有一句表扬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因为工头其实要照顾的事情非常的多，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的完成了这份工作，然后这不是好话。说我管得多。然后在很多细节上，他也非常的照顾我们。打受伤了？没事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你休息休息。快，喝口水去，喝口水。中午我让食堂给咱煮绿豆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注意腰哈，哥哥。哎，没事，我带着东西呢。我来，你来切。切主要是你腰行我，因为腰它是一直弯着的。是吗？行。哥哥你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这玩意儿挺危险的，我来吧。他会以让你觉得非常舒服的方式去照顾你，对，舒服吗？不是，听听人家怎么说的，高情商发言了啊！关于不锈钢的一个做法，我给他说的不锈钢。为啥会有这个？当时有个想法，要在桃花坞建一个钢厂啊，但是被我给拒绝了。我说钢厂这个玩意儿，它确实不是。我给你点特写啊，确实不是，确实不是说建就能建成的。太有那味儿了，太有样儿了。腿脸直拍。我没想到他拍出来是这种感觉，我没想到是这种感觉。这应该是我的了，啊，怪不得这么有诗意呢。来吧，过吧。来吧，我说两句吧。我问你就给我解释一下，喜欢练习是怎么会是一个在轨道组的人说出的话呢？我太好奇了，仁哥那个小纸条，喜欢什么来的？是什么让他对我产生了这种喜爱之情？因为我说我喜欢弹钢琴，然后往下写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琴就是理解琴，就是我想压那个韵嘛，有时候。当然，事实上也喜欢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首先呢，我先说一下，我喜欢奇数，不喜欢偶数。奇数呢就1、3、5、7、9，偶数呢是2、4、6、8。我没想到，你看一个星期有7天，对吗？还有三角形，从结构上来说的话，这个是非常稳定的。然后呢，我喜欢一些永恒的东西，我喜欢那个行星围着恒星转，我也喜欢彗星，对吧？脱离轨道。然后我喜欢那2只鹅。那可是他们是偶数啊。对呀。哎，这是个不，鹅我不是喜欢。对，不，原来三只，工头你怎么说话呢？原来3只放走1只，对，喜欢对。我也喜欢你，对。因为他是1，今天。啥？言归正传啊，我跟大家普及一下旷野吧。你去了吗？你在这给人普及啥？太妙了！不是你跳，听我说啊！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2个主题，一个旷野，一个轨道，对吧？你很像我生物老师。一个人在他诞生的时候，他的所有感觉、所有触觉就是一片旷野，但是呢又需要轨道，知道吧？你懂的。我们每个人内心诞生的时候就是一片旷野，跟整个岛是一样的，每个人是一片孤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在岛上修铁路。
这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，你知道吗？到岛上去修。对，我要修铁路，造铁路，造铁路，造铁路。你，我去划线。你是车梁。好，工头还是你。谢谢老板给机会。OK， 鼓掌。哎，去岛上修好，岛上没有钢琴，也没有咖啡，还没有舞蹈伴，只能干活。对，人科是我们轨道这个世界里面唯一的一抹旷野。这总结了。走家了。他太旷野了，他太自由了。拿个咖啡说那个仁哥你咋不干活？他说我在思考怎么把铁路弄得更好。大家都干冒烟了，一找他在那弹钢琴呢，说在为铁路创造主题曲。干啥呢？这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明仁哥现在过的是旷野般的生活，但是在他心中，这就是他的轨道。哎呀，梦姐有文化了现在。升华了，对啊，升华了，就是还是得在轨道上生活，你一下子成长了，真的。对，我都步入正轨了。我没有猜想到都里面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就是我能想象到修铁路怎么修，那就天天嘎嘎就是干呗，热火朝天的干呗。我感觉他们就是挺无聊的，只是在铺轨道。这我写的。喜欢那肯定就是旷野、大自然嘛。捕鱼的时候那个游艇漂移，我觉得也很爽。大家吃火锅也很开心。哎呀，不错，火锅全靠这个家人们投喂的。谢谢家人们，感谢铁路的工友们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天暴风雨比较恶劣嘛，听这风有多大，但是决定留下来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开心的。这是在大帐篷里的小帐篷。谢谢老。这是我的，这个我得用我们旷野的方式来跟你们形容一下。我就说这我做的第一幅画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那个这上面这是大海，这我们那个山，然后这边就是蓝天，这就是海，这我们那有个树，树上有3个躺椅，老舒服了。就在那个环境下，就是那一刻脑袋里面突然蹦出个什么想法，你去做什么想法，这也是一种让我在那个环境下很沉浸的一件事情。然后这幅画就是当时我在那个环境下的一个想法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的一个艺术品。说实话哈，我是不会画画的，但我是那个画给我有无限遐想，我想到什么我要画什么。我觉得那是旷野，每个人在做自己。王爷，爬山，摩托艇，海钓，有了，这个有了，这个是有了。不带有什么目的性的，就干了很多小时候才会干的事情。哇，好高兴！我从小就是走一些轨道，然后总之是要跟着这些轨道，但其实我是很追求旷野，做一些就是人生第一次的事情，然后和这么友好的、有趣的、很温馨的人在一起，我就很感恩。太有意思了，我觉得。旷野上搭帐篷的时候很快乐，坐那个摩托艇的时候很快乐，好舒服啊！一起躺在树下的时候很快乐，看日落的时候很快乐，跟朋友们慢慢的建立起了默契和信任，还有友谊。我不喜欢人太多，哎呀，去那边吧。哇，你倒过来看，哇，好好看。哇，因为其实我要是去旷野的话，我就希望就是自己可以一个人去溜达，然后希望通过那些就是可以排解掉一些内心的一些浮躁的东西。你干啥呢？看你们呢。但我发现那些场景里面很多都是因为人多才发生的。
还是 C 调。然后昨天我们临走之前在帐篷里面生那个篝火，然后星辰就开始弹着琴，大家一起唱。然后那个过程你一下子就变得很温暖。旷野也不一定是要一个人的。我们仨把日子过好的。我写的时候问我喜欢什么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喜欢跟我一起待在那个岛上的人们。我觉得我们那岛上的美就是感情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太美好了，我觉得。就是你经历完了这些之后呢，你的感受呢？我的感受是，我觉得这两件事不是极端对立的。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二元的东西。其实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辟一点的。我不是一个二元论的拥护者啊，有很多我们看似用语言区分他们进行对立的东西，本身就是相辅相成和相互融合的。那我能理解的就是你不变的可能就是心境，你是渴望我要稳定的生活，偶尔撒野，还是我就是要放荡不羁爱自由，我不被轨道束缚？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轨道上偶尔撒野。对于我来说，来桃花坞是轨道，但是在这里跟大家相处就是旷野。哦哟，因为我来的时候也在说，我说那个我跟孟晨说，我说我要来录，他说你要跟大家说我很喜欢这个节目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喜欢什么？他说就是喜欢大家在一起生活的那个状态，在旷野的那个地方呢，也要找到说你自己的轨迹在哪里，这样你就不会迷失。谁想去旷野？一般就是轨道。再让我选也会选，就是轨道，因为它是我内心想要的吧，不管你选择了哪一条路，你选择旷野也好，你选择轨道也好，其实这条路上都有好也有不好的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反正你选择了就别后悔。可能嘴上说我后悔，但我没有真的后悔过。就是在这个实验中选择旷野，它是在有一个绝对安全的范围内有一些未知的东西，这种未知感带来的那种刺激，同时又能保障安全，在人生真正的生活里是极为珍贵和不可遇的。所以我觉得既然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那我会选择这个旷野。到底喜欢旷野还是轨道？因为我之前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当你试图去定义什么是自由的时候，那它就已经不自由了。我之前也总在想自由到底是什么，就好像人们总在问旷野是什么一样，但它其实什么都不是，而且它无处不在。在这2天中过的是我在桃花坞至少是这一季以来最开心的几天，重新见到来自旷野的大家，我好像在那儿站了几秒钟，然后才是迎上去给大家打招呼。那一刻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空了一下，你也知道这种生活很快就会结束，但你还是渴望说1秒2秒，但是你知道就是过去了，它过去了。懂了，上楼了。走，睡会儿。哎呀，这个太舒服了。哎呀，舒服。正子啊，干呢？在这儿屋呢。我们感觉就好像从一种生活节奏里出来之后，在现在这个生活节奏里找不到事儿干了哈。没有啊，我们之前就这样啊。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一直在这个节奏里。我超难做事的，现在。那我没有，但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乐子，就是纯放松。因为你只有在规则中，对，才有乐趣。纯粹的自由很难有乐子。乐子，我发现这边一直有乐，我来了就开始有乐子，是吧？然后就是他们只要是发现哪能乐，就赶快找乐子，就是你别让我抓着有点啊，可能乐子。我感觉啊，苦中作乐，苦中作乐这句话是挺有道理。
哎，我发现我现在真能待住了。能。我觉得我前几年不行，因为咱们的时间其实就是越来越少了，你得接受浪费时间。做其他事情比在这摇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对，其实都是一样。你要是想通了，那就可以摇。对呀、而且都通了的人也可以不摇。对呀、对吧？那我照都通可差太远了。人科基本上想了个3/4了都。我说人科已经做到了，所以我就羡慕他嘛。这小海岸，听着声贼好。go，拜拜。来，月子，光鲜亮丽了又。哎呀，这吉娜，哎呀，做回真正的吉娜了。变回来了，吉娜回来了，你的脸色也变好了很多啊，王涛。像个人了哈，现在。这也太好笑了。我现在也觉得很好笑，看着大家，因为他坐的正好是原来那个座，你他得放个对比，我觉得。就上下午同样的位置做个对比。容光焕发了，宛如新生。旷野与轨道的2级社交实验，终是落下帷幕。如今也到了验收阶段性实验结果的时候。从最初的快速破冰结成新老搭子，到身边的人不断变化，最懂你的人是谁？新的朋友需要一个名分。各位物民，请前往草坪集合。啊，那不就这吗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跟志趣相投的人共事，跟思维同频的人生活，跟相互喜欢的朋友待在一起，找朋友活动。来自物民王传君的提案。我想到一个叫找朋友，比如说我蒙着眼睛，你在我也不知道的地方，我叫苏丹丹，你叫王传君，然后我们就凭声音去找对方。哦，这个好玩。区域就在那个草地上。那王子琪跟王心月天天都在玩这个游戏。王心月，王子琪，王心月，哎，王月，王子琪，哎，吃饭，马上，王心月啊，吃饭。你每天都是王心月，哪都王心月。我要给你剪一个你喊王心月的合集。我想要，我的天，他俩就没有微信吧？其实很希望在一个空间里面，大家只是通过彼此的声音去寻找对方，因为人很多，会有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。那个时候，你还都非常坚定的去辨别你想找到那个人的声音。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，跟一些同频的人成为了朋友。我选这青蛙吧，跟我挺配。志胜，你不都说了吗？我俩天天玩这个。啊，对，你俩天天玩，你俩太逗了。辣，哎，你要去披个衣服吗？你要不要？我这给你。行。子琪，就冲你这一下子，一会儿我就抓你。配对，这配对，我已经配出去了。各位物民，请戴好眼罩。现在就戴啊！所有物民全部蒙眼后，分散到活动区域四周，原地转3圈后，开始找朋友。需喊出自己最想交的一个朋友人名，通过听音辨位找到朋友并拥抱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每组朋友将一同完成彼此最想和朋友完成的一件事。有点担心我找不到朋友，我不知道总人数是奇数还是偶数，最后会不会有人生下来没有朋友，怎么办？因为刚来没多长时间，我也不知道喊谁，有人喊我我就过去，没人喊我我就随缘碰一个朋友，交个朋友，其实也挺好。我也怕被拒绝，真的是一个很难受的时刻。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游戏。然后梦姐说一会儿你就喊我，我就喊你，我得叫一个让你一下就知道是我的，怎么样？行，那我就叫你雪阳，雪阳，你就知道是我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可以。现在要转圈吗？转圈。
王旭，王喜，就是你了，心动嘉宾。王喜，哎，这儿呢。OK。雪瑶，梦姐，雪瑶，梦姐你在哪儿？梦姐，我在这儿。雪瑶，梦姐，王喜，山川，雪夜，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啊。山一传，月子。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，我也不是一个很会主动的人，我可能会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了，我才会张嘴喊。山一传在这儿呢。小善他也是第一次来桃花坞，如果我跟他不互选的话，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别的备选。小辣的话呢，他有好几个可以选择的伙伴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没喊，我在听。雪瑶，山一传。好的，我的姐妹们都有伴儿了，那我当下就迅速决断，谁跟我一样？王传君，王传君，哎，王传君，辣。其实我第一反应我就是往河堤，然后又觉得哎呀还是不要叫了。直到小辣叫了我之后，我说好，确实跟小辣没有搭过伙。辣，王传君，辣，王喜，王传君，山一传，呼兰，雪瑶，梦姐，王旭，山一传，呼兰，王旭，王喜，王旭，哎，来，哎，这，到了。雪瑶来啦！梦姐，这儿。雪瑶，哎呀，来了，你往前走2步啊！我走呢，我一直在走。雪瑶，梦姐，这儿。哎，梦姐，呼兰，咱们来找了也是太快了。谁？这谁？这谁呀？你好。山一传，别。我快找着你了，我感觉我听到声音了，应到了，感应到了。太顺利了，太顺利了。王传君，辣，王传君，辣你慢点，辣，王传君，哎，辣，这儿呢，辣，王传君，辣，哎呦，行，要不再玩一轮吧，太快了，组合成功，呼兰，组合成功，找了也是太快了。就马上就设计好了谁和谁，我不知道谈谁。我没有第一人选，我觉得就是谁喊我，谁就是第一人选。就是没有最好的朋友，就我没有固定的2人的团体，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不好选，所以我想等他先做选择。说实话，我挺讨厌这种时刻的，就这种时刻它有点非自发性。你知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，对着对面的山喊是有回声的，但那天好像没有回声那个地方。在那等一个落单的朋友。当最后有一个人他落单他孤单的时候，我就会大声的喊他的名字。我不想让有一个人会感觉到他孤独。严科，继续喊，好，继续喊，严科，来，严哥，来，严哥。其他叫着我，一开始分辨不出来是吉娜，后来慢慢靠近的时候才知道。那天有个更好玩的是，我选的这个汉堡包的眼罩，吉娜选的这个薯条，真的，而且是没说好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套餐了。呼兰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这是娘娘，在这里，这儿娘娘，娘娘，你对象是谁？娘娘，我喊的是呼兰，呼兰，这儿呢，来了。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那一下，就是感觉啊，有朋友是好，就是特别开心，戴着眼罩也要过去那种。
有点像，比如说你困在了那个山洞里面，听到洞口还有人喊你名字，或者说还在喊说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基本就是这种感觉。呼兰来了，这儿来手，这儿手，好嘞，太好了。放心，你这咱俩一起，你肯定有饭吃，有得住，肯定帮你把这个钱给赚出来，好吧？放心。川军，不好意思，川军已经组队了。川军要是被选了没关系，我问问小辣呢？辣在川军旁边。鸟鸟，他有了。海涛哥，我这没人，你来吧。志胜啊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有没有人？我没人，现在。你喊呀！你不没事，最后我总会有一个朋友的。志胜啊，来这儿，谁呀？这谁在喊呢？我，成啊。还有不要人的吗？就剩我们几个了是吧？啊。哎呀，咱几个终于来了，那咱们先团聚一波吧。来，往这边来吧。成啊，在哪呢？成啊，我这。哎呀妈呀！抓住！哎呦我天！建国哥，胜啊，你别一边跑一边喊啊！建国哥，不用，你可以不喊的，没事儿。我看志胜一边喊一边都跑贼远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胜，你真没人？没人！我的妈呀！先吃饭。干饭了。Go， 吃汉堡，吃薯条，吃薯条。哎，你看我一个汉堡，一个薯条。一组，你俩一组了。哎，哥哥，咱修会儿铁路呗，天凉快了。现在就修啊？现在就修吧。不是你都不谈那个工资的事儿就修啊？啊，任总，嘿，咱过来谈谈那个工程款的事儿。那到办公室来谈喽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谈点事，谈一点事儿。好。你不有300吗？一天？桃花坞铁路建设如火如荼，现每日发放300桃花币，项目经理任科可领取桃花币，并自行招揽伙伴发放工资。哇，还能修？怎么样？应聘吧。那你没有团队吗？来，快我的团队！想把你的团队叫过来，否则没有诚意，我看不到。我在那边等你啊，一个人别进来啊。海涛哥去谈工资吗？怎么到饭点儿你给我积极起来了？吃饭。那咱们吃饭去吧，上哪吃饭呢？吃饭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，尤其是从一群人变成2个人，变窄的饭桌让社交密度趋于无限，走位的同时也要走心。哎，我以为这儿风大，结果还可以，还行。哇，吃，哎呦呵，整一口吧，我的朋友。来，我还行。哇，这个肯定老下饭了。今天狠狠摄入碳水。我不要，我演员。行。我现在狂吃米饭。我都年糕配米饭了，我碳水配碳水，因为我这样还我累疯了，受不了了。啊，终于跟辣姐一起共进晚餐了。哎呀，真是，咱俩都没单独吃过饭。要不然你想喊谁来的？王鹤棣啊。他也不在。对，就是闭着眼睛的那种伤感，就闭着眼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要我喊，我肯定先喊王鹤棣，所以我。然后眼泪会跟着你的眼罩顺着流下来。眼泪都还好。所以你写的是啥呀？跟朋友一起吃饭了。那已经完成了。我写的是跳 DJ 热舞3首歌，喝完就跳。我现在心情跟我的这个眼神是一样的。我们俩去树洞吃吧。你是跟谁组队啊？仁哥，你看我对他的描述多准确，永远找不着人。Together， 他就在这儿，在下面开会。开啥会啊？对呀，谁知道啊？来就坐。好。你打算给多少钱呢？哎呦喂，哥哥，咱不是这么谈的。不是，哥，说说吧。哎呦哥，你们人多是吧？
直接说出你们的用意。你们是想承包呢？承包工程，把这个活儿干了。对，好吧，这样吧，150。哎，这个还得谈，咱得谈，不能商量，还得谈是吧？我在这里。哎，没发现我们这分工可明确了。别激动，没事，放心，能控制。您得稍微，确实150确实少了点，你稍微加一加。不是，主要是之后那个买火车啊、造火车也需要钱嘛。那您具体最高能给到多少吧？这样吧，你们4个人我们来竞标，你们写。不，我们4个人是一伙儿的，为什么要来竞标了？一个实务队内部竞标啊！你们就认这个头啊？我们跟着他能赚钱吗？能有饱饭吃吧？离间计失败，下一季，这样吧，250。不行，我留50块钱来这里，我这不能全部掏出来吧？任总，250很好。不是，真的，你算个账，我俩一天就90块钱住宿，这也90，加起来就180，我们吃饭还是不是要钱？给250，我们活。这样吧啊，我因为刚才他提醒我了，吃饭啊什么住宿多少钱我都忘了，我自己5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。对，240，怎么样？来，好好考虑一下。这些太透明也不好。你的套路遇到克星了，你先别谈了。我不谈了，我先不谈了。240我就可以谈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意向的一个价格，285啊，285。这个活儿不包含你干活的费用，就是你不用干活了，你可以想去舞蹈班，想去弹钢琴，弹钢琴。但我想干活，你想干活的话，那就得295了。我们还得派人监督你，为啥我们增加我的工作量？哎呀，任总是这样，本来这个事儿不应该我跟你谈，因为今天我就一个任务，就是看这个桌子。就是我这个工头啊，要是不喜欢这个桌子呢，我就把它掀了。结果摔这个仙人掌是无辜的，不是我这个东西一落下去啊，这个桌子可就反。来，这样吧，有商有量，折个中，好不好？折个中，行。你看，我也不完全否定这个，对吧？但我们凡事之间有一个，快点，不满意我可就要，不满意我可摔杯为号啊。好是吧？4个人，我这桌子我就留不住。好，就这么多，就这个。行，那就这个。行，暴力。还有，你再做。你那个火车建好了之后，是不是你有运营权？就是大家收上这个钱，是不是也给你啊？运营权全部归我嘛。啊，赚的钱都给你？那肯定了。你还想要股份啊？我不要股份啊！我弟弟，我工头儿。怎么这玩意儿不给我股份？不给我股份？可以要股份，可以要股份，可以要股份吗？可以要股份。你自己写吧。我的感觉咱们这个有点欺负人似的。你看，袅袅来说，不是任哥说是不是自愿的？是不是自愿的？说是不是自愿的？是。你不存在欺负人，不存在。哎呀，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本来要想给你们下马威的，结果那帮人谈判很厉害，那种压倒性的，仿佛有4把刀一样。其实我完全已经失去了一个老板的尊严。袅袅，这样你还说一句公道话，你也读过书，对吧？你是斯文人。娘娘，我这个不光给他放呀，你这边我觉得对内对外都行。对，你们3个说的对。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的。我们问你是不是自愿的？说这句话。这样，你看，你看着这里，我300，我自己只剩多少？只剩这个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数，给我们15%的股份，你也只剩15%。不是，我85%啊，你15%拿着。
也行，你看你跟你这觉得已经很多了，好不好？15%呀，要不要？哎，要不要？你怎么了？不是怎么你敢撕就没有了？你敢撕我就敢放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建国，你说，你俩领导谈。要我拿走。你这样，不要我2张意思。咱也别15%，咱也别285，咱都好好谈。我们好不容易给工头争取点东西，我们也不骗你。好，我们4个人就要一个40%的股。我这儿给你低一点，这说点人话，是不是？低多少？其实我觉得可以按那个算式来。你刚这不是短15，你给15啊？那我给你到260，咱也不胡闹。260，他40%。我这才发现，有我的。国仔，这样短85，我们1200，这个火车就是我弟弟的了，可不可以？也是个办法，行不行？听起来符合这个逻辑，但感觉好像被坑了。那你看看吧，看看吧。吉娜，人科呢？人科那个他永远都不说好了就走了。我们一会儿下去大喊一声。我先给你喊是吧？行。人哥，哇，哎呀妈呀，你这丹田好像比一般的人要大一些。不是，有没有可能给他打个电话呢？我给他打了。哎呀，他不接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看看，那就你的意思吧。我觉得行。好，来，哎呀，你看，终于在这种友好愉快的氛围里，我们达成了最友好的协议，是不是？那个布朗，来吧，啊，淼淼，你看淼淼，对不起，都快哭了。淼淼，任老师，以后我变成铁路流浪汉，你就知道，每天的合同这么签下去，我真的加油吧。任科，我去喊任科，等我啊，梦姐。雪琴，李雪琴，叫一下任科。我帮你喊。哎，咋了？咋的了？我就喊你啊，就喊你。我干嘛？人等你吃饭呢，吉娜。哦，是吗？现在是这一组朋友要一起吃顿饭。哦，那走吧。哎，这个人真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任科，哎，来，马上找你的好朋友啊！来，走，我们下去。走。哎，吉娜啊，你们在这儿吃是吧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我们从那边下吧。好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找你了。你跟我们一块走啊。走，我们去给他一巴掌。我拿这个水泼他脸上。醒醒，你这人适合当闺蜜。醒醒，不回家是吧？去哪里吃饭？啊？啊？哦，哎呦，你看，遭报应了。任哥，喂 ，hello。你快点带吉娜去吃饭呢。我们要去吃饭了是吧？对呀。OK， 好，马上等我。我洗个手。你干嘛？我洗个手。洗个手专门洗。马上他又跑了。你们两个在一块儿挺好。我跟沈月啊。不是。他跟任科是吧？我现在不想了。都凉了。好吃吗？还可以。旷野还有轨道，我们选完之后。其实我想去树洞。哎，我们的饭是怎么拿的？自己拿筷子吗？那边有餐具，人哥把这个拿过去，快！你快去哄一下吉娜，吉娜生气了。啊？对呀，你老是落下的不管。
啊 ，Hello， 怎么了？吉娜，不是因为你不是哦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去一下。你刚刚一直不理他，他生气了。不是这个原因，真的。你干嘛去了？跟那个徐医生跟我谈生意。啊？你会哄他，问他怎么了？沟通一下。人呢？很快，他的那个吉娜生气了。他哭了，不知道咋了，他突然哭了。他因为那个徐医生找我谈生意，那应该不是这个原因。你因为这些身外之物抛下他不？你刚刚谈什么？谈生意？有什么比吉娜更重要呢？仁哥，他徐先生找我谈生意，我错了，快去仁哥，拿个吉他。我把房门锁了，我本来想去找他。真的啊？他肯定总感觉自己落单了呗。那怎么办？想想办法。啊，吉娜刚才在露台啊。你是不是收到了30分钟以前的信息？吉娜在露台。你也去速冻啊？你别管我们了，你管管你的吉娜吧，真的，别管了。你现在能找他一下吗？你想任何办法吧。没不是再去敲一下试试。我们帮你一下好不好？问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想他可能有其他情况，搞不好是这里吗？是这。吉娜，我一会儿。你想吃三文鱼吗？我们给你三文鱼。我马上。他咋了？在外面他。那个，我们把那个男人找来，负荆请罪了，给你。对。负三文鱼请罪。打不开。怎么办？出门了。不是，你先让他平复一下。越哄这时候。你有经验哈。我有心得呀你。平复一下。好，那交给你了。不该说话。交给你们了。屁子没关系。你交给我干嘛？给我点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你先让他平复一下。对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你晚上就跟吉娜2个人一起搞音乐，弹琴，他马上就好了，因为音乐就是治愈我们最好的解药。Yes， 靠你的才华。我们先撤了啊，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任务。拜拜。没事儿，我们晚上找吉娜唠唠嗑啊啥的。对。哎，仁哥，你们一会儿吃完饭可以来树洞找我们。对。哦，你们去树洞啊？因为吃饭必须要1对1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。对，我们吃完饭跟你们一块儿。你先带着吉娜把饭吃了，你想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没关系。是的。好，拜拜。其实我之前以为吉娜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，我以为她对她不太敏感这些。对。但是她其实，我感觉她其实有挺多想说的话，然后说不出口。仁哥，哎，情况很焦灼哈。很焦灼。吉娜，很焦灼。怎么有些？尝试给他打个电话试试。哪里出了问题呢？Hello， 吉娜 ，Hello， 还好吗？哦，谢谢。这个游戏好像，开始挺好的哦。谈那个生意谈崩了。生意那边谈得很焦灼。徐志胜带了他3个脱口秀的朋友，
一顿，呀，你们俩应该是给我战士的。是有问题啊？欺负完全。为什么欺负？他们压你的价？对，压我的价，连股份都要。你不是董事长吗？对呀，要股份还要钱。这个徐志胜太过分了。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在干嘛？啊，《桃花坞》究竟是什么样一个节目？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天哪！他给予了你信任，但你却将他的信任抛之脑后。你看你要怎么去把这个信任给他找回来？人哥很无奈，真的太无奈。仁哥，我给你出个招儿，你把那个鹅抓到门口来逗他一下，吉娜很容易被人逗开心的。我们一起去抓吧，刚好2只鹅。真的，我说这我不开玩笑。我哪个看？我觉得这想法很好。干嘛？我说真的，仁哥，这个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我有点惧怕，害怕检嘴动物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这个事情要你自己做才显得出你的诚心。估计累了，跟你们在荒岛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。咋了？就你们在荒岛的时候是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对吧？你怎么往我们身上甩啊？我们在荒岛，他很开心的啊，他很开心。你怎么往我们身上甩？不是，我觉得是一种，我不知道哈，我感觉是落差感，没有得到重视。落差感。你知道吧？我感觉他很孤独，他很想别人陪他玩，很想大家在一块很想找事情做，他语言又不通，很多时候听不明白。那我们毕竟是大家土生土长中国人，有很多聊的啊，很多东西可能他不太懂。大家好像都形成自己的商两成群的那个小圈，就在人群之中，但是他仿佛置身在旷野，他自己有点无助。我还是体验的东西和大家不一样，听的东西和大家不一样。念一下，哪个字不认识？我告诉我，我告诉你们。我每个字都。他有。20，那我们都搞一个生意呗。每个人每个任务只能领一次，就一个人最多领就4个。那哪个钱赚得多就搞哪个。我听不太懂什么任务都。就是你要去乌道坝。乌道坝就是。所以，我多么融入进去，多么努力，还是永远会有一些壁垒。新物冕像新月和子琪从第一天贼铁，然后还有小善和小月呀，这都贼铁。太顺利了，这太顺利了。喊谁呀？加油，仁哥！吉娜。
让他安静一下吧。这个情况呀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是真的。桃花坞终于有件事情能让你发愁了。早知道我就直接去吃饭。哪有那么多早知道？错了。你发了几回了吗？你有他微信吗？有。你发了吗？发了。他没回你。你别打字，你发语音，他看不懂。打语音电话，他看不懂中文字。我打的是英文。你打的英文 ？Yes。OK。Are you okay？ Are you okay? Hello,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Hey ha。这么说吧，他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俩？我们吃饭呢。他本来想跟我们一块吃点，然后这个时候，然后我就来了。你没来，然后他们在那阳台上喊你，喊了很久。啊，好久。我还喊了你。你就不会打电话给我吗？我说了，我说。智能手机在手里。说了，我觉得现在。没事，来。你好。没人，在哪吃啊？我们在那个对面那个露台。好。吃饭去那边，还好吗？好，餐具给你拿过去了，在那边。对，那个走插过去，这，你确定？金娜。好，没事。这很难说，怎么好像劝不动他？金娜。稍等。去哪儿？我帮你拿吗？没事没事。谢谢。这上面。我明白，吉娜。明白啥呀？肯定就是有其他各种事情。对。你说。好，谢谢。来。要喝点酒吗？小心小心。好。来，干杯。来 ，Cheers。Cheers。吃点吧。哎呀，好荣幸啊，和你吃饭呢。哎，我也很荣幸。刚刚因为那个徐先生找我谈生意。我知道你是很忙的一个总裁。总裁。不好意思，不是光你，我才。我知道。我跟你一样。那还得了啊？对啊，我跟你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种破事太多了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有时候可以去树洞里面待着。所以我今天不是说了吗？在傍晚的时候，风景很漂亮那边。你是开玩笑吧？和你就跟着开玩笑了，我当然不会开飞机。不会开啊？不会开啊，谁会开呀？我以为你会开飞机。谁平时没事会开飞机啊？天哪，那跟海豚游泳呢？这个就游就行。
据说海豚有诗歌的语言。你诗歌？诗歌 poetry。诗歌。对，有诗歌的语言，海豚。我现在都听懂你的口音。Absolutely right. Yeah. 可以。哎，你去过那个飞船吗？那边还有个飞船。其实很多地方在这我都没去过。你的树洞我今天一直都很想去，因为我确实对。明白。你想去看一下吗？好，那走吧，直接走吧。来，你要不要带这个？拿着。行。This way。你不知道吉娜他们吃上饭了没？好吃吗？这个三文鱼？你尝尝。还行。你有跟你交了很久的朋友吗？交了最久的朋友就是大学时候认识的。我是真是没啥朋友，其实圈内的就毛不易，而且我就是有点害怕社交。之前，毛毛也想给我介绍朋友认识，但是我就很看状态。我有的时候会觉得，人一多，或者说有不认识的人，我就会觉得有压力，不爱说话，就那种地方。那你和毛毛是怎么交朋友的呢？因为他也很慢热，我觉得说不上来。我觉得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人，你会觉得你跟他气场很合，可能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我跟我好朋友也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就一看就觉得这个人能跟你交朋友，这人能处。而且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。我觉得好朋友其实跟恋人一样，我觉得是得相互吸引的。这句话我也说过，在别的综艺里。哦，真的吗？一模一样啊！妈呀！我说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朋友就跟找到一个好的恋人一样，甚至比找到恋人更难。真的要互相吸引。但是这也太默契了。我就希望找到的恋人是身边所有好朋友优秀品质的一个集合体。那很难。我比较理想的恋人状态就是可能大多数时候还是跟朋友一样相处，而不是说天天在那腻腻歪歪的，谁受得了？有啥意思呀？还是朋友好，主要是现在没有。天哪，我们最后一集不会痛哭流涕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想不到我有什么值得我哭的点，我但愿啊，但愿。你是挺容易哭的，你上次第一次来放个烟花你都哭了。我真挺容易哭的。我每天有的时候我上班，每天早上就是会留一个时间出来，就是释放情绪。早上就对，就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就在车上坐着说，哎，那哭一会儿吧。现在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是开始哭。难怪你早上那个消肿仪器呢，放着音乐开始看着窗外，开始哭一会儿。那你这样也挺好的。对，我会定期排解。没啥事儿也想哭，但是我属于那种气一上来，我不太好哄的那种，然后我可能会越哄我越觉得委屈。妈呀，我是那种，我生气了，但是我发不出来那种。那你憋呀？对，我就是老能憋了。你就靠早上那一会儿呼吸时间排解吗？对，就是我能就是靠眼泪排解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发脾气，就是我会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行动。但你脾气确实挺好的感觉，这样对自己身体不好，就是你还是得正常的排解。你小时候就想做演员吗？不是，我小时候没有梦想，我感觉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被推着走，走一步算一步的。被谁推着走？家人？不是，自己。社会？命运临近。哎呀妈呀！不是。我今天不知道我能说那么多话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表达羞耻的人。可是我觉得你很会找话题，就像我们刚坐在这儿，如果你不开口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任何一句能开口的话。看人吧，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待在一块还挺放松的，所以我能说。在熟的人面前，我觉得我还是能说的。好浪漫啊！我带一下我的意大利电影。对，意大利电影。滤镜。
哎呀，一下就那个，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以前这么有创造力了，好厉害！哎呀妈呀，咱这也没啥可招待的，但是有4瓶经典，能 OK 吗？啊呀，你们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哄好了，你没事啦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有情绪就是要排解出来。对。不是你们别觉得是因为光其他不是这个，不光是因为，但大部分因为我有病啊，我有病啊！对啊，不会。为一个男人而哭泣，女人你不能说，我都脑补出来一出戏了，他在。那你刚刚是咋的了？私人的事情是吧？不方便说。就是很多，就是觉得心理压力。哎呀，我一说你说这个节目吗？你该哭一下吧，没事的，还没排解完呢。还没排解完。我都看过他哭过2次了。对呀，我天天哭。我很少哭。你哭一下吧，你这么要强干嘛呀？别那么强。我也天天哭。真的吗？你是吗？我没见过你哭过。我不会在别人面前哭。我被踩的时候哭的一句完整的话没说出来。真的假的？每次都这样吗？对，上次是这样。可是我们女孩子都需要排解一下情绪的哟。那我们就是被激素控制了一生，真的是被激素控制了一生。其实我们男孩子也是。男孩子也很脆弱。你替男孩子发声一下。对，内心其实也。其实他戴着墨镜的时候，那个墨镜里面已经全都是泪水。对，怪不得那么爱戴墨镜呢。那倒不至于，就内心也很多那种玻璃瓶。玻璃瓶还是玻璃心？内心住了很多玻璃瓶。难怪吉娜走不进去呢，原来里面都是玻璃瓶，玻璃渣，扎脚走进去。我一开始以为你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你好像没有太多的社交压力，至少你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太多社交压力，但是其实无形的还是会有，可能你自己都不那么是，对吧？但我不想给别人这种感觉，就感觉对。而且我总觉得你很孤独，在这儿。就是我已经很努力在平衡很多世界，在我自己生活中也是，然后在这儿我也很努力以前融入，我知道是很难，因为我是就是在这就是我也中国媳妇，但是我还是外国人，对，所以就是语言啊什么的都，但大家很喜欢你，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自己很知道一天要干嘛，然后和谁玩，还有这个那个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可拉倒吧，可拉倒吧。其实我觉得吉娜很孤独，我们好像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支点，有的还不止一个，但是吉娜好像没有。我觉得沈月还有小善他们真的很好，沈月他很能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感觉，然后他就很舒服的，就是把我有的时候融入进去。他有的戏的时候，自己脑子里会选一个 BGM， 就小善有可能之前没那么感受到，但是今年就有点感受到了我的一些想法。对，你要拍那个电影了吗？年底要开始拍了。你导演吗？对。哇，我想当女一。那我就演女二，就是对。你很适合演女二。因为我要演女一。我之前有一次就是，我去见一个整形医生，我说医生，你看我这张脸有没有哪里要动的？一刀都不要动。对，那个医生告诉我，你现在就是很和谐，你一刀都不要动，你让我给你做什么，我都不给你做。你看，碰到好医生。然后那个医生就说，我就觉得你很像一个古代的人，他就说你就长得像一个古人。我如果是那个的，我也是不错，我如果是那个医生，一刀不动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来，小尚。咱俩现在已经变成那种就是在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尴尬的朋友，对，就是同处一个空间，就是不说话都不尴尬。就是如果两个人没有那么熟，就会不停的找话题。咱俩确实已经过了那个在一起吃饭要聊天的那个阶段了。我非常讨厌这种互相选择的游戏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种互相选择都没有人选我。啊？为什么呀？
不知道，没人就包括上大学的时候，社团活动，然后大家要互相选择的话，都没有人，从来没有人选我。那我没有这种经历啊，因为我都说好了，我从小就能说好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对于朋友的占有欲比现在强，就是我在这个班级里面，我一定有最好的朋友，我就是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要做，就是要深度绑定，就是我们上厕所也要在一块儿，什么时候都要在一块儿，干嘛都要在一块儿。假如说我可能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，就像是。小学升初中，初中升高中，我就会在新的学校、新的班级再找一个最好的朋友，迅速找一个深度绑定的人。所以，你能接受跟你最好的朋友渐行渐远吗？我觉得看什么样的朋友吧。我觉得就是，有的朋友可能是那种很长情，会陪你很久很久、很多年很多年，但有的朋友就是阶段性的。对，就是别太强求。任何一段感情，我觉得开心最重要。就当你和这个人开始，你觉得有一些，当他说的一些东西，你发现好像第一次听说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们在走远的时候。对，就是他说的东西，你觉得你好多都不知道了。对，互相不说了。对，在你缺席他的人生那段时间，你们俩连联系都没有。可能最好的时候，你跟他什么都能说。后面可能慢慢你就会发现，有些东西就是不是不能说，是觉得没必要跟他说，因为跟他说的话还要往前面倒推很多很多，就是好麻烦。因为这个事情第一时间遇到很难过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肯定是有一个第一时间你想说的人。对。当你跟这个人你就说完以后，可能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再遇到了之前那个很好的朋友的时候，你是真的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。所以他其实就错过了你一段人生中难过的事情，然后慢慢错过的越来越多，你们就会越走越远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之常情，但并不代表你俩人就不好了。如果他有什么忙的话，还是很愿意帮。我以前是和我最好的朋友深度绑定，但我现在不是了。我觉得我比以前能享受孤独了啊。你们650就是一个绑定的嘛，从第一季就成为朋友的人，但是。我就是感觉我是每一季都是来交朋友的，只有这一季有那种就是说是在和我的老朋友一起。真的？对。那你很厉害呀！你看你永远都能有人玩，你第一季跟野子玩，第二季跟 C 玩啊，你每一季在这种活动中都会被坚定的选择呀。是，可能咱也有点就是个人魅力这一块儿。但其实咱俩应该是从上一季就是上季第二季，咱俩第二季就还好个啊。我跟小辣关系好的比我跟你关系好快。当然，我第二季跟他就挺好的，我是第3季才跟你好。我是觉得当时的时候相处的一般，是因为你说话我老听不懂。你跟我说话就从来没有第一遍我能听懂的。是吗？对。重逢是什么？最浪漫的相遇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你这个把我经纪人拿死了，这个话是吗？受不了，每次说这个，我经纪人都说这个李雪琴太有东西了。说孟老师，你要是想说这话，你要咋说？我就说，就下次见面挺开心的，期待下次见面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我真的觉得你大道至简，大象无形，大音希声，真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说点我能听懂的。我们大多数人会多绕好几个弯，碰好几次壁，才能找到那个真谛所在。但你从一开始就在真谛那里等着我们。因为你没有绕弯的这个过程，走直线，从这儿到这2点之间线段最短。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太懒了，我不喜欢太复杂的，就是我喜欢比较简单的。所以我很羡慕你嘛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们撞墙，然后过去。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我要是和谁相处，让我觉得很复杂，我就不想再跟他相处了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对。哪种复杂呢？就是我老是觉得吧，就是特别是圈里的朋友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个行业里，你俩的关系总有其他因素会左右，对，包括你的经纪团队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当别人能允许让你在各个地方提他，说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的团队以及他都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，就已经说明你们的关系就是非常非常好了。对，因为哎呀，哇，梦姐，真的，确实是对。以为关系不错，或者是你俩都以为关系不错，但是人家的团队或者人家的粉丝不接受你俩关系不错。对，我之前的时候也就是可能朋友的粉丝也骂我，但现在就是其实大家确实一直都很好的就不骂，都这样，因为他们还有新的人要骂，对，骂不过来，好累的。但还有粉丝之间的都是互相友好的，
对，这种友好放在桃花坞就比较多。天天提，对，哪节目都提，对，哪节目都是这几个扮演儿。所以，我觉得在桃花坞的朋友，对我来说是比较那个可以常提起的。对。哥，你今天也不是那种主动会喊朋友的那种人哈？不是，我合计万一我喊个谁，谁愿意跟别人那啥呢？咱俩是一样，是吧？我也猜到了，就想着，而且就是属于那种朋友这个东西，就到最后总会有的，我总感觉。哇，这么乐观的一个小世界观就这么带出来了，大家都在嘛，就是你知道在这一刻你会有一个朋友，但是农哥是我的第一人选。我今天感觉应该是听到圣子，我农哥，你都懂我吧？就是应该是这个，稍微会有一点点，遗憾也好，失落也好，但这个东西就是你接受嘛，就是你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，就是朋友这玩意儿你总会有的，是这个理儿。很少主动去交朋友哈。但你是属于这种，你主不主动的，你的那个给人的阳光积极的形象有点给太满太足了，太积极了。对，所以别人就会先天的觉得，最起码破冰的第一步是在你身上是没有的嘛。对，那从第二步开始，那肯定你比别人交朋友快嘛。对。说你的平时跟他出去吗？还是在屋里待着？我平时不出去，屋里待着啊。那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？我之前测我是 E 人，后来测又 I 了。我说这真是每个时候的心态不一样嘛，对吧？你干过什么就是说走就走马上干的事儿？我老这样。你老这样？就我要去啥地方，我就是可能提前一天我就决定，或者当下决定我就去了。那这个好呀。但这种就是顾虑太多了。然后你问什么身边人什么的，有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折腾干啥？对吧？”后来也是啊，对，就是这种东西一理智下来就说哦，折腾干啥？你本来去也就去了，是吧？也真是。你是哪里人？湖北哪里？我荆州嘛。我刚从武汉回来，但跟长沙其实差不多吧，武汉。长沙也是那种感觉嘛。对。但其实我没怎么去长沙那种市里转过，那个快本还有的是，不就晚上大家一块吃饭嘛。对。那会儿录完了就等着去那个吃点儿。对。哎，你还有印象？我其实去的时候，那录的时候是最后一期。是吗？对啊，我录完那期就没了。9月中那会儿吧。我忘了具体时间了，但我录的是快本最后一期。之前的工作状态就是轨道，你永远知道有一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。然后突然你不做，你没有这个轨道了之后，那会儿的状态其实不是觉得说我有旷野了，那个时候反而是有点焦虑。对，那个时候是反而接受不了没有轨道，然后在慢慢这个过程里面，你自己其实就跟我们建这个轨道是一样的，你自己就是我没有轨道了，但是我自己给自己建一条轨道建这个轨道之后，然后往旷野里开，就是我的目的地是旷野，但是我在轨道上。就我准备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特别想让我去那个传媒，或者说去军艺嘛，我也以后不想留校，我说我就想自由的，结果现在，就这种自由才是最大的不自由。但你95年想的事儿都啥呀？挺成熟呀。28了。28，对，也不小了。我28那会儿，那真是啥也不明白呢。没有啊，不想点有的没的吗？我真不想，我感觉我是到了30岁之后，就突然知道说哦，我要想事儿了。你上次没来，然后完了，我们晚上跟哥哥、志胜他们一起，聊650未来的发展。哎呦我，对，就说你是最重要的粘合剂，是吧？那你们这个就挺妙的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。对，每个人就是刚好就是在一个很合适的一个位置上，太互补了。对，少哪个都不行。对。但弟弟不在，你会觉得很孤独吗？超孤独。是吧？
但我上一次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来自650的关爱。我上一次录的时候就是，其实哥哥雪群和智胜，因为我永远是把边坐的嘛，他们就会轮流的往我边上坐，然后就坐那儿就那种。所以你看，人再多的社交类节目，到最后其实都是找小圈子，就是小团体，肯定是小团体。就是我看一下他们说，交朋友特别简单，就一开始就是大家臭味相同嘛，能聊到一块儿，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大家互相得经历各种事情，一起经历事儿才行。好事坏事都得有，对，完了之后就才能决定好不好。而且只有这像比如说桃花坞这样办，能连续办这么每年都办一次，这样友谊还能维持。而且又如果就是老污名的话，对，特别容易。是的，我现在就真的是跑到哪只要见到老污名就觉得老亲切了。我以前觉得哇，做演员，我是不是应该拿个奖？我说那多爽啊哈！但后来现在觉得，其实最幸福的事还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完成这个事儿。所以我录桃花坞是最开心。我拍戏拍得累得要死的时候，晚上就开个桃花坞开。这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太难得了。对，就是当你大家所有就是人的心往一处使的时候，而且去完成这个作品，很有成就感。确实。接下来该不会完成我的事儿就开始跳舞了吧？那就跳吧，先跳。先跳了再说，放超大声。咱们跳2首歌。可以。就当饭后消食了。你也突破一下吧，说不定你就爱上了。但是你也没想过，就是你说我会说，哎呀，我不跳，算了，求你不跳了。我觉得你会跳的，因为我对你了解。其实我当时我喊你的那一瞬间，一是因为时间的问题，二是我觉得哇，这舞跟军歌跳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是跳啥？哪个手？上手很快，军儿哥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现在笑的是什么？有一半笑你，有70%笑你。我觉得全都笑我都行。好荒唐啊！就这样啊？对，不用有别的动作。我觉得来桃花坞就是要做一些自己可能平时不会做的事情，还是羞耻的。闭眼睛，军儿哥，闭眼睛就不羞耻了。虽然军儿哥可能没太享受，但我觉得他愿意去，因为我提的这个要求去配合我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了。炒个鸡蛋吧，要不？算了，不吃。我是个演员，你是个单人。我们2个中间没有那么多感性，更多的是自然而然，顺水推舟，水到渠成。真有文化呀！哪来的驴？需要他的不是说需要他一直在我身边怎么样，而是我需要他在，他理不理我无所谓，就是他在。你洗了没？都荒岛上过来了，还洗这个？我现在在尝试重新做人，他是我保底，我也是他的保底。现在我越来越肯定这个事了。你要敢走，我也呼了，我跟你说。还吃着呢啊！这点饭不够你俩吃，这种朋友就不要交。这种朋友真是。聊聊吧，那活要怎么干啊？稿写了吗？你快回来，我不能一个人听这种话。你稿也没写吧？我帮忙，我真帮忙。我也没呢，还跟人修铁路呢，修的是我的下坡路上。稳稳的啊，给你弄得缓缓的。修好铁路速度可快了。我还是溜达着下去吧，我不想修铁路。朋友是什么？朋友是在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一个人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就是不可能一个人可以独自的存在。
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互相陪伴，然后互相帮忙。哎呀，呀，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？我就听这边吵着把火的，我就说这是干啥呀？我这跳起来。我觉得朋友更像是我的救生衣，虽然我坐船也可能不太需要那件救生衣，但是因为有了那件救生衣，我会特别的踏实和安心。你有没有觉得，咱们这次录制《桃花坞》，就咱们老屋眠，就大家都越来越忙了。你看我跟辣姐没见几面，挺好的，大家都越来越好。就我对我的朋友没有什么预设，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啊。大锅饭呢，这是。坐，珊姐。得嘞。哥，久等了。哎，你为啥叫我哥？你是几年的？你应该比我客气，我管苏龙哥都叫哥，苏龙哥比我小2、3岁呢。我之前也是，尤其是我，大家轻易也猜不透我的年龄，我这逮谁喊个姐啥的，你看我还喊善姐的，看着就是他就比我小很多，但好在我善姐比较善解人意，她也没有生我气。呀！哎呀 ！Please come on。吉娜是我们特别善良友好的朋友。哎呀，这味儿！哎呦，那边这头有个馒头，往上一站，哎呦！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桃花坞。好，谢谢军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军哥，太好吃了。你是这个虾？哦，对，这个是那天那个大虾，是极品啊，这个。两位老师们都认识善姐。什么节目？你怎么突然 Q 我？我们修铁路修了两天了。你听他唱歌吗？我听，我也看春晚。你上春晚了？是连上2年，是这样。但你唱的好是真的好。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希望可以演到你导的戏。女一，明白了，非得写一个女一，不是女一不演，明白。哎，小尚，我们这边还有个经纪人的业务，他们这2个人我们也可以签下来。哦，我们就是修铁路的工人，你觉得这个有什么经济业务？我让他们写2段铁路的脱口秀就行了。你别说话，他本来桃花坞给了他300，他260把这个项目包给了我们，他自己白赚40多，他也不干活。任凯老师他很有魅力，是吧？是。我们作为普通人，怎么可以模仿到一点？就是模仿不了，或者学习点，就是我们也渴望得到他的那个魅力啊。我很简单，你去看《桃花坞》第4集。你都不知道，今天你没来之前，我们都在干活，他自己拿了杯咖啡在那边走。真的啊，他不光不避人，他在炫耀他这个行为，他生怕我们看不着。不，这个是他相信的事情，这是他相信的事情，这个让王建国无限羡慕。这是内心的自由，是吧？是。因为就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个让我做不了自己，那个让我做不了的自己，但是我看到他，我就觉得那个为钱。就为前为后是吧？左顾右盼的人不就是我自己吗？那我就是做了我自己啊，我只是讨厌我自己嘛。但你看看人家，我3天看他，我没有看他迟疑过1秒。当然，我们全组人都在骂你，什么？你看，他偷懒的时候是真偷懒啊，他。搬东西的时候也是一车一车的搬呢。他的偷懒不是说我躲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就不干活，因为我觉得累，他觉得我需要弹钢琴了。铁路的轻音乐，第一天龙哥就在说这个事的，我一直记在脑里面。我们才搬了8车石子儿，人家写了3首歌了。群众这次采访一下群众的对老板的看法。我觉得老板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你这番话你能当老板？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年纪轻轻能混到桃花坞呢？哎呦，善姐帅。就这点我们不得不表扬一下小尚来。啊，好突然！啊，老板被老板点名是我的荣幸。
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这么年轻了。想要有人做人要有觉悟啊！屋长，你最受委屈的事是什么呢？你给我说一个，你觉得我真的委屈着了，我已经不想开心了。其实这么说吧，铁路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就是在工程学里面它特别简单，但实际操作它特别难。最早呢，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全票通过，哎，没有，即便没有全票通过，但大家的对意向都是往这个。结果来了之后呢，而且在奠基仪式那天，你都看到了吗？所有人底下人山人海，真正开工的时候只有7个人。而且在那个徐医生在做这个计划的过程，因为他是个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吧？我认真问的问题他没回答。受的最大的委屈是吧？然后任老师直接开始说铁路了是吧？还是自由，这还是得多学习。我们的问题还是太容易思考了是吧？我们的问题还是问题回答的太准确了。如果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就可以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人类的所有行为，要么就是出于怕，要么就是出于爱。他被 PUA 想想员工。怎么你们一到这屋里面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觉得，这就是桃花坞的魅力。你可以试试先失去，把你拥有的东西都给我们。对，你先把你拥有的东西都给我们。你这样，那个卡号还是那几个吧。这样你就可以洒脱起来了，什么都不在乎。我们的想法是看看你是不是有可能在16天的这个过程赚起来我们这个1500钱。你看他多自由啊！来，你别再夸他自由了，他已经够自由的了，你再夸他就飞了，他得。像脱缰的野马是吧？看见。现在是特写，完全是半张脸。超绝侧脸是吧？你渴望他这种自由吗？我还好吧，但是看到他这样，我也觉得挺开心的。但我没有想要成为这样的人。我喜欢欣赏他。对，我就是欣赏。但我是有点想成为他这样的人。你成为不了他这样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样的人就不会想成为任何人。你们说话我都得。你们都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层次，就是桃花坞这层次，是的，是50公里是往上走，是学习了哈，杜老师，学习多学还得多学啊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老学到老。问一下你知识范畴那个好吧？我唱一个歌怎么可以唱出感情来呢？唱歌在旋律内是轨道，旋律外是旷野。哎，所以。你怎么样都点题的，来吧。我在那边我就没事儿，然后我就不是到处就一个人待着嘛，然后待着我也会觉得哇好舒服好舒服，然后我就一直会想哦旷野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，但你但凡想旷野怎么好的时候，全都是基于就是这个轨道给你任何的就是限制或者什么的，你才会觉得旷野的好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心里没有那个轨道，你真的很难看到你旁边的旷野。你周边一切的东西都很重要，都是旷野，都非常美好的。但是因为就是你得就是这个得吃那个苦。想到一块，但这个都是相对的，我没有觉得哪个更好。当然没有哪个，所以今天不是雪晴不是说就是没有这个二元对立的事情，对立不了。对，对立不了。如果无限的自由是不值得珍惜的。那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好喜欢跟大家聊天啊！聊啊！我接个电话，你接谁的？哎，哎呀！哎，媳妇儿。那我能不是？那你别聊了。咋了？这喝酒呢？这？哎呀，这喝酒呢？谁啊？你猜。我不知道你是谁。猜不出来了，我讲孟晨讲。徐思。我都伤心了，刚刚。你怎么喝酒是怎么回事呢？刚刚我们也不喝。哎呀哥，这咋还聊上我的事儿？不喝呀？那个聊聊。刚
刚才那侃侃而谈，一下怎么就瘪了呢？海涛哥太有意思了。工作忙，时间紧，营养补充要抓紧。我的营养早餐从一杯经典冷藏鲜牛奶开始，它的基础营养够高，蛋白质高达3.8克，原生高钙125毫克，含量更高，营养更好。它还有珍贵的免疫球蛋白、乳铁蛋白、乳过氧化物酶等等。免疫球蛋白高达230毫克，超出普通鲜奶84%；乳铁蛋白高达65毫克，超出普通鲜奶132%，真可谓是喝一杯顶2杯。鲜奶我选经典，鲜活营养我选经典。本节目由含有1.8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独家冠名播出，鲜活经典顶配营养。家人们，别人上船了啊，马上出海了。你别光顾着割，你割一割老快了。赚桃花币是件很难的事情吗？我这脸咋那么疼呢？哇，感觉遭到客户投诉。赶紧拍拍，你就得拍拍。这脸小真好。海涛别听是恶评。我要有钱，我在你那办卡都没问题。最讨厌听到男人跟我说我要是有钱怎么样了。我可以相信你吧？绝对真诚，绝对真诚。你要赌这么狠的事，我就相信你了。哦，陈哥是个大骗子。娘娘别跑！你抗拒我，不是没超风，你到底要怎样？别逼我！别逼我！啊！已经被撕了。自以为是的人是最可笑的。你真是，你戴着墨镜。你什么时候去未知屋啊？天哪！正片每周6、周日12点更新上下集，会员抢先看1周。每周1、周2 12点，桃花坞今日不营业真人秀加更。周3 12点，奖励目标物名许天琪爆笑采访物名。周4 12点，物理都知道物名多面记忆 Show Time。7月12号起，每周5 12点特别加更物名独家专访。刚好天气晴朗，桃花又开放，刚好安静的床，落一束晨光，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，刚好人海茫茫，我们正相望，我们飞跃分别后的某天，再次抬头望，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一起唱。刚好所有的呼唤都有回响，刚好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。分别后的某天，上微博参与50公里桃花坞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桃花坞观后感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